长生帝君为杀邪神，以楚墨封魔像，断邪神力量之供给。这个柳维阳既然可以从魔像当中吸取万魔之力，为何还要偷楚墨？之前我听救我的那个小仙说过，楚墨可是万物生，在邪神殿里，大家也确实能看得到，他能使枯木复苏。柳维阳一定是想利用楚墨来换回邪神，甚至换回在仙魔大战之中战死的所有魔族。你们看这个，看到了吗？万魔之眼世代相传，与魔像相辅相成，可以吸收万魔之力，并且深嵌在邪神之体，非死不得离身，唯有邪神之血方可破除。这确实是柳维阳胸前的印记。你看，没错，他就是邪神。三位上仙，请用茶。哎，土地公，正好我问你个问题，这个邪神怎么只有半张脸？你有没有他全貌的画像啊？没有，这邪神战败之前呐，伪装的是淡泊寡欲、滴水不漏，见过其模样的人极少，所以只有这一幅半遮半掩的画像。不必再问了，他定是不想再牵扯到前尘往事。土地公，能否烦请你把所知道的仙魔大战所有的事情一并告知我们？好，这仙魔大战的导火索呀，是一位仙子之死。他叫陶子气，谓之上仙呐。他是天界的使者，频繁来往于仙魔两界，因此也便就认识了邪神。哎呀，这魔族向来狡诈呀。这邪神让陶子气爱上了他，不停地诓骗于他，让他以为魔族从无反心呐。哦，仙魔相恋，还有此等精彩的画本，继续讲，后来怎么了？这哪里是什么相恋啊，这分明就是一场骗局啊！这邪神待到时机成熟，便对外宣称说陶子气要刺杀自己，是仙界率先破坏了6界和平的诺言，这才进行反击，这便是仙魔大战的开始。那这个陶子气到底有没有刺杀他？这不过是邪神的一家之言，一个谋逆的借口罢了。但他杀陶子气的场面，可是万魔亲见呐。仙族昏庸无能，一直忌惮我魔族势力。我为了族人的安宁，一直选择隐忍、避让，奈何天地老儿仍对吾等赶尽杀绝，竟以和谈为借口，派仙使陶子气实施刺杀之计。朔华长老为救吾，身受重伤，退让无法换来和平。只会让仙族得寸进尺。众将士亲见，吾今日阵前斩杀仙族使节，耻辱过往，譬如今日死。为了我魔族的和平与荣耀，屠尽仙族，一统6界。吾破仙界，
誓死不还！不破仙界，誓死不还！不破仙界，誓死不还！不破仙界，誓死不还！陶子期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你我之间有话可说。听闻仙魔之战后，所有的魔族战犯皆被打入生死场，而且永不得出夜望川，可是真的？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战犯早已积成一座望不到顶的尸骨山。这魔族战败之后，元气大伤啊！虽还保有魔界部分领地，但也不成气候了。何人求找名利？先天界妙法阁掌事，特求焚心之火，名利加持，重修气灵。半人半妖，若得加持，可能经得住名利反噬。大仇在身，死亦无惧，何惧反噬之苦？求者心诚，却灵力平平，有何法宝配与我攻锋？我为帝君仙灵而来，承旨，我愿奉上半数仙力，待之。以身修为，自愿由你吞噬，死而无憾。甚好！颜淡，殷渊，我定要你们付出比我痛苦100倍的代价。吃吧。这么丰盛，干嘛？担心我们明天去找柳微阳会九死一生啊？颜淡，若柳微阳真是邪神的话，他偷走楚墨，定是想以此凝聚魔族昔日兵马的魂魄，再次向天界发难。我跟唐周商量过了，此行异常的凶险，所以你留下等消息吧。唉，我就说你俩下午鬼鬼祟祟干嘛呢？想上来将我撇下呀？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我们3人当中呢，就属你灵力最弱了。这要是打起来，你就是拖后腿的那一个。哦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已经不是以前的跟班了，我现在每日都潜心的修行，我连火术都会了，我灵力更胜从前了，真的。好，你最厉害，行吧？当然了。颜淡，邪神有上神之力，我和于墨都未必是他的对手。
我们前去阻止他，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，所以还是得需要你去帮忙，上报给天界。如果战事重启的话，三界很有可能会生灵涂炭。这果然就是个诀别宴，可我就是个莲花精，我哪上得了天呢？那个土地公是神仙啊，你们把这活交给他，让他去通风报信就好了。颜淡，我好歹浑身是宝，如果你们受伤了，我可以救你们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之间就要患难与共，如果你们不带我也行啊，你们现在说不认我这个朋友就可以。喂，颜淡，依你便是。这就对了嘛。今天咱们多吃点，明日一早即刻启程。来，我把我的花童泪都给你了，你也来点。他醒来后，发现我们已经离开了，又要骂人了。只要他能安全一世，怎样都好。叶忘川曾困了你800年，我不会再让你回那儿受苦。颜淡，你也太胡闹了！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会狼狈为奸丢下我，我可聪明着呢，想丢下我没那么容易。拯救苍生这种载入史册的好事，怎么能丢下我呢？兄弟们，一起吧！竟然用我的法器算计我，奸诈！切，我只对小人奸诈。阴阳关外的恶灵一旦发现生气，便会主动攻击闯门者。在这个时候，切记要屏住呼吸，否则就会被他们发现。于墨，你放心吧，咱们两个都不是凡人，那些恶灵是不会攻击我们的。反倒是你，唐周，你这个旱鸭子，你小心点吧你。谁是旱鸭子？你。我。哎，于墨。进去的时候，我直接收服了恶灵。不可，这些恶灵虽然阻挡了我们，但是也阻挡了想要逃出叶忘川的妖邪们，所以不可尽数除去。哎，你们听到没有啊？听到了。小心！哎，别呼吸，别住啊！别动，别住了。哎呀！你是不是找死啊？我告诉让你别呼吸了，别住啊！别动！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案，了却红尘。唐周的法环竟因为我而动。雨墨，快点来帮我们呀！你我既然如此有缘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一结金兰，如何？方才你也救了我一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是，我有要事缠身，先行一步。哎，
拜见山主。百灵带羽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花精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。此为何意？野兰山向来以妖力的高低来推举山主。之前，裘西仗着这片疗愈万伤、滋补妖力的温泉宝地，横霸山境，自立为王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今日你杀了他，那自然证明你的妖力远在他之上，所以你就是我们的山主。我非山境之人，无力做山境之主。那有何关系？自从裘西当了山主，众多妖族流离在外，无家可归，英雄不问出处。是你替我们铲除了山境的大害。这些人都是自愿跟随你的，请你不要推脱了。方才看见你有仇家。野兰山地势隐蔽，万妖聚集，你若躲避在此，那些人定不敢追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此次下凡是来寻一个人的，此事非常重要，一刻不能耽搁。那便更要留下了啊！野兰山的妖族手眼通天，你要做了山主啊，万千妖族听你号令，别说是找一个人了，就算是找一根草，找一粒沙，他们也定能帮你找到。如果想让我留下来也可以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答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子林。诸位，我能在此地，皆因子林冒死相救。大家能够安然活着，也是因为子林不畏强权，据理力争。诸位，大家都说，诛裘西者，便可成为山境之王。我认为这王位，应该我二人同坐。这，哎，往后山境之事，你主外，如何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？甚好，甚好。只是还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。那人？哦，于墨。都听到了吗？还不参拜于墨山主？拜见二位山主。恭拜二位山主。诸位快快请起。从今日起，你我皆是家人，在山境之中，无需行此重礼。海灵，从今日起，你作为山境之中的内务总管，若有伤者，皆可到此温泉疗伤。具体事宜由你来安排。承蒙山主信任，百灵定当尽心竭力。现如今，山境已平，各族皆派小妖下山通报，召流落众妖重返家园。若在下山路上遇到凡人，切莫伤害。我为山境之主，善妖，我定助其安居乐业；如果遇恶妖祸害凡间，我定严惩不贷。是。
帝君。颜旦在天界时，最期盼的便是姐姐晋升仙界，所以我来是替她实现心愿。听闻帝君前几日又一次自发下界，颜旦是不是已经渡过忘川了？他可安好？往年他一心为你，而你却全然辜负，然后因假名册让他备受苦楚，现下关切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殷元君如此神色，难道他晚了一步，颜旦已经灰飞烟灭了？如今众人皆以为，只惜仙子欢心救人，升仙境界，而其胞妹顽劣不堪，毒害仙子，终是恶果。如今你得偿所愿，日后便可高枕无忧了。只惜仙子，祝你日后步步高升，前程似锦。知悉，谢帝君赐福。这满天星光，再也无人与我共赏。我怎么在天上飞啊？救命啊！娘子，从今往后，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。好。救命啊！妖怪，说的是我吗？怎么回事？我是谁？我怎么会落到这里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他就在里面，快抓住他！不知裴世子光临，多有怠慢，平时都请不到您呐。今日犬子婚宴，不成想裴世子竟肯赏脸呐。原来世子是来给绛尘姑娘捧场，世子好眼光啊！绛尘姑娘的戏
乃难度一绝啊！啊！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娘子，昔日一别，我好生想念啊！江湖救急，帮我一把。离家10载，夜半发梦，皆为旧忆。犹记雾帘烟波晨光碧，相逢时正年少。非绪乱，薄酒寒，奈若何？多情应笑我，又谁知此夜登高楼？是他，上！今夕彻午，辗转归来，与卿重聚，设功名，管路车，比鸾凰。若有恶人阻拦，不与良人分离。得求比目何辞死？愿做鸳鸯不羡仙。安都王世子在此看戏，谁敢惊扰，都给我滚开！此戏着实不错。你方才唱的戏文优美感人，哪里听来的？我自己编的。你倒是对写戏颇有才华，可想留在梨园，与我一同书写话本，演绎动人戏折？也不是不可以啦。我们先留在梨园作伴，互相照拂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白漂亮。严丹，你愣着干嘛呀？快去请天医。好，不必了。随军天医早已做了论断，就算是勉力开出药方，只能使他的痛苦更加久而已。仙君不是驾驭先手，只是在后方指挥吗？他怎么会伤成这样？他们中了魔军的埋伏，本帅赶到之时，仙君早已没了仙灵，受了魔界的噬魂剑，剑力入骨，神魂皆失，周身就像有无数毒虫跳动般的痛苦，估计活不了了。仙君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尽管说吧。给我一个解脱，杀了我吧！一定还有办法的，仙君不会就这么死。对，仙君不会就这么死的，一定还有办法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回魂丹，回魂丹，回魂丹！师傅，仙君，把这个吃完就不会疼了。来，杀了我！
快杀了我！杀了我！雨墨，雨墨！师傅，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师傅，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有生之年看到小黑鱼化人，叫我一声师傅。这个愿望许的不划算吧？明明随时都可以实现啊！你疯了，雨墨！你干嘛？林丹，既然已经没有办法，我们改变不了结局，我舍不得让师傅这么痛苦。可是如果仙君抱憾而终的话，你会痛苦一辈子的。我刚刚修炼成人形，以我的灵力，我无法救他。我有办法，哪怕只有1刻的时间，我也可以让你们相认。严丹，是我是严丹仙君，是我。雨墨，快呀，快点儿！你是师傅，师傅，我已经修炼成人身了，但是我还是来迟了一步。我现在有名字了，我叫于墨。师傅，你是九旗。不知，不知。为是死而无憾。仙君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仙君，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我会如您所愿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就让我这片龙里永远陪着你。仙君。君生上古，祭天立极，而今为万世开太平。上神天极子虚赵胜帝君，越级赤夷湾云帝君，元始长生大帝，
冀都星君桓清及北冥仙君陨没魔族贼子之手，吾痛心疾首，涕泪连连。追封冀都星君与北冥仙君享上神哀荣，赐葬于神官陵之中，与圣灵先烈共存。此忠此诚，永世继承，不忘而报。为帝英灵，来心来阁。幼时，我初到仙界，因心中苦闷，池中环境又与故土大相庭径，身上生了很多怪疾，通体龙鳞脱落。在命悬一线之时，是师父用他的法器玉骨杵将其击碎，使我龙鳞恢复，得以保存真身。贤君这些年法器丢失，经常有上神在暗中讥笑他，嘲笑他庸碌无能。原来是这样。他是希望我能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看见凡间的细折子上面写过，若有好人冤死，凡间便会下一场大雨，来冲刷世间的冤情。同时，亲眷的人也会因此得到安慰。可是，这天界有神仙宫宇，有法器灵丹，有万千美景，却从未下过一场雨。天界没有雨雪雷电，亦没有喜怒哀乐。这里看上去很神圣，很庄严，实则非常呆板，并且冷漠。我的师父也只受上神虚名和一口棺木而已。往后的日子，这玄心崖也定会易主，而且世人就会像忘记酒旗一般，忘却了我的师父。他做了一切，终究是白白牺牲。不会的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不会忘记他。西风眠，弦歌断，流云不知斜阳倦。高楼不解流水愁，猿声灭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斜阳照亮世间，只因世间是他所爱，哪怕不被任何人了解，亦无怨无悔。于墨，今日便让这玄心崖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仙君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于墨的。师傅，我知道你一定听得到。师父，我长大了，我会强大起来，再也不会让所爱之人离我而去。来，我的肩膀借你。
我出生时便听说，四叶汉淡可以带来祥瑞。可是我活得平平淡淡，常被嘲笑丢了四叶汉淡一族的颜面。直到我遇到了你，我才发现一切都那么的与众不同。如若祥瑞之说都是真的，我愿意把所有的祥瑞全数转送于你。只要你平安归来，千万不要像仙君那样。这是我的腰牌。好，这是我的。你干嘛呀？仙君刚刚下葬，应元君又不知所踪，我有一堆事情要忙，你把我带到这里干什么？你这几日无精打采的，再不出来晃晃，这脑子都要闷傻了。我这一番苦心都还不是为了你，出来看看热闹，总比待在屋里强吧？真是来了好多人啊！是啊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过了。这么多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仙娥，难道今日有什么大戏吗？这帝尊为了庆贺大战得胜，此次瑶池盛宴操办得格外隆重，更是广邀3界众仙，许多在凡界修行的仙族都受邀前来。你不是平日里总觉得天界无趣吗？指不定今日一见钟情，喜而忘忧，加上我的迷人法则，再凭你这张小脸蛋，轻轻松松就能断送我的小命。天条守戒就是情戒。这不能生情成婚的是9重天上的天仙上神，这些仙族都是地仙，不受天条管辖。你以为这些仙娥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干嘛？那一个个的一门心思想重获自由呢。今天这么热闹，如果应元君在就好了。他之前答应过我会来看我的演出，也不知道那天会不会来。瑶池盛宴乃是天界盛事，应元君从未缺席，到时候他一定会结束云游，重回天界的。既然是帝君要检阅，你更应该打起精神好好排练啊！东海龙王到。龙尊殿下，远道而来，还备这些厚礼，足见龙族富强。帝尊已经为您备好了歇息的暖殿，请随我来。带了这么多厚礼啊！这有来有往的算什么？我可听说啊，此次前来赴宴的宾客帝尊都备下了厚礼，这藏宝阁囤的是满满当当。待欢宴结束后，便将赏赐的宝物随天河运下，分发至各个地仙府中。藏宝阁，那可是个荒僻无人、把手稀松的好地方。你想干嘛？哦，你是说盛宴结束之后，帝尊行赏之时，我们借此机会偷偷地溜进藏宝阁，把那个小仙龟藏在给龙王的赏赐当中，一同带到凡间。正是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差点忘了，给你的邀请函，记得来看我们演出啊！我给你挑了个好位置，要在演出前在后台给我们加油助威啊！放心吧，严蛋，我一定来。